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有事，换了人间。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茶，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鬼话怪谈。墨尔本留学假期回国，能被女漂一直跟着，外边、家里甚至电话都能听到那个女的怪声，离谱。这里我们管她叫小排，她在墨尔本留学，事情发生在去年的假期时间。因为他们学校的原因，10月底就没课了，然后假期4个月回国，他爸就在当地给他找了一个电视台的实习工作。他爸每天都有健身的习惯，下班吃完饭大概7点左右就会去家附近的健身房里健身，走路15分钟就能到。不过由于当时正值冬天，比较冷，所以他基本都选择开车。那边应该算是个商圈，2栋楼。事发那天是周五，而且还是饭点，楼下有日料店什么的。本来他打算开进去，随便找个划线的地方停车，但是那天人特别多，没办法，他就只好开到那2栋楼后面的地下车库。到了地下2层，感觉凉飕飕的，灯也不好，很暗。之后他就赶紧找电梯上去做有氧了，因为他跑步的时候手机都会放点东西，所以那天他记得很清楚，应该是 EDG 打3星的世界4强赛。然后他一边看一边练，从8点开始。平时呢，就算他走了，里面还有一大堆人在健身呢。但是那天他比赛都没看完，之前的私教就过来跟他说：“哥，我们准备开会去了。”随后他就摘下耳机，准备下楼回家，但就隐隐觉得哪里不太对，好像那天的时间过得特别快，而且他没意识到，平时他一般练1个半小时左右，9点之前就回去了。那天都9点半，快10点了，他都没察觉。然后下楼到地库，依旧昏暗，并且停车场的车也已经陆续走得差不多了。他就打开手机照亮找车，这时候从他背后就一直有那种哒哒哒鞋子踩地磨出来的声音。他当时其实特别害怕，就壮胆唱歌，自言自语说：“哎 ，EDG 怎么回事啊？”这种话。等找到了车，上车关门开灯，结果车灯一开，什么都没有。刚开到地上1层的时候，也不知道前面有啥，就反光，有点看不清楚，隐隐约约感觉有人站在那儿。他呢，以为是刚吃完饭的人等朋友啥的，就转弯开过去了。接着到收费口交完钱准备出去，因为那边是个小路口，要往右拐，所以他习惯性的看了一眼后视镜，结果就他妈看到后视镜后排有个女的坐在那儿，他吓一跳，赶紧拉手刹，停在那个杆外面，跑到保安亭，给保安发了根烟，跟他讲了这个事儿。他说：“别怕，我跟你去看看。”但等再过去，里里外外车底都看了，什么都没有。他就跟保安说，可能是自己看错了。后面他就开得飞快，直奔回家。等到家的时候，他爸妈还没回来呢，但是他多多少少有点惊魂未定，也不怕外面冷了，就在小区门口的石墩子上等爸妈回来。后来父母听说了，都安慰他：“你就是正常看错了，眼花太累了啥的。”他其实也没太在意，毕竟父母都回来了。之后就简单洗了个澡，上床睡觉了。接下来的日子一直很正常，他也慢慢忘记了这件事儿。但是后面突然有一天夜里，他做了个梦，梦里还是那个场景，还是那个地下车库。他看着后视镜，那个东西就在后座，他想逃，但是根本动不了。紧接着那个女的就往他这边靠，就快贴近他耳朵的时候，女的开口说话了，只不过没等他听清楚就被吓醒了。一看时间，凌晨4点多，他是真的慌了，马上把所有灯打开，一直熬到了天亮。第二天到了单位，因为同事基本上都是年轻人，很好说话，关系也不错。一个和他关系很好的哥哥就来问他是不是没睡好，看你状态不对之类的。他就从头到尾把这件事说了。之后这个同事哥就让他去问另外一个叫小徐的女同事，说是他家里就是干这方面的。于是他就去问了那个女孩子。经过一番折腾，小徐说家里的亲戚让自己问他是不是参加了什么白事或者去了不干净的地方，说是他被东西缠上了，要送走，不然会出事儿。他就问小徐说麻不麻烦？不麻烦，我自己弄。他那边就说有点麻烦，而且整不好会影响到以后。然后由于他爸妈工作性质的原因，就不太相信这种怪力乱神的东西，所以他就把这件事儿跟干妈说了。
他干妈跟他妈两个人是认识很久的闺蜜，干妈本身就是做生意的，所以相信这些。但是这种事儿吧，整不好就人命关天的，所以他干妈就觉得还是有必要跟他父母说一下。意识到可能不是他眼花看错，他爸妈就跟他爷爷奶奶又商量了一下，他奶奶就去当地找了一个认识的庙里师傅，但是请师傅需要时间，这期间呢，他实在是害怕，所以每天上下班都选择打车。然后有一天夜里，他父母在其他房子住，他一个人在家，房间没锁，虚掩着，迷迷糊糊的，他看电视看着看着就睡着了。等再醒来的时候是11点多，是被尿憋醒的。而外面正对他房间的位置有个鱼缸，所以外面隐隐约约的会有亮光发出。他就看见有一个白色的东西一闪而过，他当时还没睡醒，就以为是他妈回来了呢，他喊了一声妈，但没人回他。之后他就出去喝水上厕所，结果一看家里压根没人，瞬间他就醒了，依旧是熬到了天亮才缓过来一点。但是从这天开始，他每天晚上都会重复做一个梦，就是梦到跟之前差不多的场景，他还是在地下车库里，后座那个女的每次都靠近他说着什么话，而且一次比一次清晰，好像说什么你看得见我，要你跟我一起死之类的。他也是被折磨的一周瘦了20多斤。后面就这么熬了半个月，他奶奶找的师傅说应该差不多可以了，就先教他爷爷拿香黄纸这种东西先来他住的房子里弄一下。那天他一个人在家，他爷来了之后就开烧，各种角落各种烧，弄完还突然冲他房间里大声喊的啥有点乱，他也没整明白。原本他在旁边是不太怕的，结果爷爷这一套操作直接给他整麻了。后面他爷按照师傅说的做完以后，有事先回了公司，他则是在家里坐立难安，越想越害怕。之后他就打电话给单位的同事说要去找他们，就边和同事打电话边下楼。上了出租车，同事还问他你那边有什么人吗？他说司机师傅呀。同事呢啥也没说，就让他先别挂。两个人就很生硬的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路上他一直问怎么了，同事也说没啥。最后等他都到了公司楼下，同事都没让他挂电话，说自己到楼下去接他。几分钟后俩人见面，同事才说刚才一路上我都听到你电话那头有个女的叹息声。之后又过了小半个月吧，家里找的人到了，是2个道士。然后也不知道为啥，最后一帮人就去到了他们祖宅那边，2个师傅足足操作了3天才完事儿。那个仪式也特别复杂，乱七八糟的。在离开前，师傅就让他冲遇到那个女人的方向还有祖宅拜了拜。但事情还没完，当天晚上他们又去了那个夜里事发的地方，又做了一次仪式才结束。之后他就再也没梦到过那个女人，也没发生过什么奇怪的事儿了。总之前前后后整件事儿一直折磨了他小半年之久。只不过直到最后那个师傅也没说那个女人跟他们家祖宅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下面这件事儿应该是我第一次讲关于福建游神的事情，就发生在今年正月。这个粉丝不用说，福建人他们那边风俗比较多，而他的身份比较特殊，属于鸡童。就在今年正月19，也就是他们太子爷巡完游的第2天，这里解释一下，这位太子爷是他们信奉的一位神明，换个说法，太子爷也就是杨家将里的杨五郎，又称杨师太公。然后他们村对面呢是个工业开发区，外来人员比较多，因为是工厂嘛，所以大多还都是些年轻人，里面也比较乱。在这件事发生之前，工厂就有人因为感情上面的事上吊自杀过，他们就去处理了一段时间。从那以后，那个宿舍楼4楼的工厂就没有再开放，而是作为后勤部的杂物间使用。但是在那个女孩上吊自杀后，陆陆续续就发生了很多怪事儿。有很多人反映同时听到一个女孩自言自语和别人吵架的声音，要不就是半夜能听到撞门的动静，就是那种有东西吊着撞门的感觉，并不是很规律。后来呢，工厂也请他们去过，他们属于杨师太公手下，也称之为8班。当时这个事儿他们只能镇压，不能超度，因为他们8班有个办事准则，就是如果那东西没惹事儿的话，就要放人家一条生路，虽然已经死了。然后这次他们处理完后的几年时间里都相安无事，直到今年正月，
他弟弟的女同学在那个厂子里做兼职。现在小孩子嘛，不信这些。不过去到工厂上班，他们的组长是会说4楼是严禁进入的。但在正月初8的时候，他弟的同学就跟同寝室的2个人说了4楼的事儿，他们约好一起去看看。几个人其实也有点害怕，可架不住作死啊。他们当天是下午2点多，趁没人的时候去的4楼。当时4楼的大门口是被这个粉丝他们用符箓贴住的，基本上是1年换一次，那个房间也是。但是呢，工厂换了经理以后，有2年时间没再更换过，期间除了依稀有几次奇怪的动静之外，也没啥事儿，所以大家也就没放在心上。但是自从这几个女生去了之后，怪事就开始陆续发生。他弟的同学叫小兰，他的室友分别是小田和小胡，3个人就在下夜班回去后，总觉得房间里有一双眼睛盯着他们。而最开始出事的就是小胡。初始那天，这个粉丝家里闹元宵请神，小兰跟小田就来他家玩，顺便看看是怎么请的。但小胡不想来，据后来小兰跟他说，是因为小胡不喜欢这些。然后第一个诡异点是，当天小兰跟小田来他家的时候，他家供奉神像的牌位供桌上面不是点着香吗？但是那个香飘出来的烟总在他俩附近不散，又是隐隐约约的。这个事儿也是事后他才察觉，应该也是小胡的命数吧。当天晚上看完元宵游神，小田跟小兰他们俩就在他家住下没回去。但是小胡死了，吊在床上死的，就是那种上下铺，在下铺笑死的，姿势是跪在床上，上吊的工具是一根皮带。关于这事儿，后来阿 Sir 也来了，给出的结论就是自杀。小胡死的时间是正月11的凌晨。而小兰跟小田知道后，就立马辞职，各回各家了。在小兰死后的头七，也就是正月18，他们那天正好是杨氏太公出巡。在路过那个工厂的时候，他们明显感觉到阴森，抬轿子的脚夫都发现轿子比平常要重得多。不过那会儿他们也没在意，可谁知道当天晚上小兰睡觉的时候，总感觉脖子被勒得喘不过气儿。小田呢，更是直接掐住自己的脖子，还好动静闹得够大，被他们父母及时发现救了回来。据他们2个说，自己都做了同一个梦，就是梦见小胡和之前那个上吊的女孩子在他们住的那个宿舍楼4楼上看着他们，强行要他们一起上吊。因为农村嘛，家里人都比较信这些，所以出事后，也就是正月19那天早上8点多，他们父母就带着2人来到了粉丝家。附近的人呢，也都知道他的身份。当然他只有当鸡童这个机缘，但是他不会看事儿。后来他就带着2人来到宫庙里找师傅给他们看。师傅说是小胡的生辰与那个上吊女孩子找替身的生辰吻合，再加上又是小兰怂恿他去的，怨气大，所以才会发生这个事儿。那出了这个事儿肯定要解决呀，而且这件事儿也触碰到了他们8班的底线。于是当天晚上他们8个就在师傅的带领下请神上身，头插引神香，脚踏天罡步那些操作，直接就把那东西给灭了。反正最后那个地方是干净了，但是他心里还是不得劲儿，毕竟早点发现还能救人家一命。他呢也是想借这个事儿告诉大家，有些事儿你可以不信，但是得保持敬畏。最后这件事儿发生在04年，也就是投稿粉丝小时候。他呢来自南方的一个偏远村庄，四面环山。那会儿他们村有个小孩特别坏，人长得又黑又胖，智力貌似也有点障碍，咱们这里就称呼他为小鸡。至于他怎么个坏法呢？举个例子，村里要是有哪家母狗生崽被他发现了，他就会偷偷把狗子拿出来虐待，或者逮到受伤的燕子硬生生的拔光毛等一系列畜生行为。但是就算发生了这种事儿，让同村人逮到，告诉他父母也没用，该打的也打了，该赔礼道歉也都做了，就是教不好。这种动机不明的残忍，你真的很难想象是一个小孩能做出来的事儿。然后故事开始，这个粉丝在念小学5年级的时候，小鸡大概1年级。那天周五晚上放假回家，因为要搞卫生的缘故，所以回去的比较晚。他们所在的小学离家大概2公里，对于还是小学生的他们而言，确实不太容易。平时天只要一黑，他们就会选择走公路，也就是那种单车道的乡村小路，两边都是山。当天晚上恰巧2个人碰上了，不过他不太想一起走，
于是就刻意跟小鸡保持着一段距离。而那天的路上呢，没有风也没有车，路面上还有黄白纸钱，这种一般都是村里谁家办白事才会撒的，并且隐隐约约的他好像还听到有锣鼓敲打的动静，不过相当微弱，他就没管，继续往前走。他和小鸡两人相距100米左右，就在要上一个上坡的时候，他亲眼看见不知道从哪儿滚出来一个圆形草帽，朝向呢就是小鸡的方向。然后那个诡异的草帽在没有风的情况下就跟在小鸡3-4米的位置，要知道这可是上坡。总之他形容当时视觉效果相当炸裂，他都有点懵了。至于小鸡也不知道察没察觉，反正就自顾自的在前面走着，而诡异草帽跟着他上完坡后，就好像受到了什么力，突然加速滚到了右手边的水渠里，之后他就看不见了。当天晚上也没什么事儿发生，但最炸裂的发生在第二天。他那天跟几个朋友去集市，到晚上才回家，等快到家的时候，从后面就来了辆摩托车，车上一共有3个人，前面的是一个不认识的司机，中间则是小鸡，脸色发青，没有一点血色，手上还点着点滴，后面就是小鸡的妈妈一直在哭，哭声特别凄惨。最后就看见那辆摩托停到了小鸡家门口，他妈先下车把小鸡扶下来，但可能是伤心过度的原因，一下子就没扶稳，小鸡扑通摔到了地上，还是那种直挺挺的，很明显人是已经不在了。之后村里人都逐渐围过去，把家里围观的孩子各自领回家，并且当天晚上小鸡家门口聚集了很多人在那议论，据说是小鸡偷偷跑到隔壁村玩水给淹死了，比较邪性，因为水不深，大概没过膝盖的程度，按理说不可能才对呀。而且据他爷爷说，后面的葬礼也比较诡异，请了个道士和一个和尚，道士是邻村的，说这个劫算好的了，要不然小鸡也活不过18岁，就算是这个劫过去了，下一个劫也会死得更惨，落不得全尸。然后就是商量后事，道士的意思，小鸡不能火葬，只能晚上土葬，而且得由村里那些德高望重的老头用青竹绑着火把领头抬到深山的某个地方才行，具体的位置就不知道了，好像没怎么听村里人提过。而这个粉丝的爷爷呢，就是参与埋葬的其中之一。那天晚上是8点左右去的，凌晨2点才回来，期间他还做了个噩梦，梦到小鸡拖着吊瓶来他家找他，就那么在大厅里直勾勾地看着他，想让他死。不过这也就仅仅只是个梦而已，但后面小鸡他们家又死了好几个人。这件事大概发生在快过年的时候，他和朋友在村里到处瞎跑乱玩，村子本身就不大，他家距离小鸡家更是只有10几米的距离。玩着玩着，就突然听到小鸡家有人哭喊：哎呦，我的天哪，怎么会这样子哟，哈哈，为什么要搞我们？反正就是一系列这样的话。隔壁邻居听到后就赶紧过去看是咋回事，然后就有个男人开始吼：快来人呐，快来人，出事了，出事了。他们几个孩子也跟着跑到他家不远处往里面看，当时就看到一个男的把小鸡父亲像固定好4只那种玩具模型一样抬到空旷的地方，身体姿势诡异，单膝跪地，嘴微张，鼻子嘴巴都有血迹往上倒流。之后听说是小鸡他爸回家打扫卫生，上梯子的时候突发性脑淤血，倒挂在那儿七窍流血走了。当天晚上村里那些人又开始筹办白事儿，但诡异的是第二天一早，小鸡的奶奶竟然也离奇去世了。就这么的，小鸡一家1年3丧，也不知道是不是报应。而且这件事儿把当地办丧的都搞得焦头烂额，2个丧事一起接，要怎么搞？大家伙都没什么经验，总不能直接摆2口棺材吧？并且这种事儿大家伙都觉得邪性，都不肯接，闹得沸沸扬扬的。后面还是由邻村那个老道士拿的主意，说先办好老母亲的，孩子父亲隔天办理，并且嘱咐全村人吃完席挨家挨户必须在家门口烧一堆火，所有参与的回家后都得从火上跨过去才行。大家伙一问那个老道士才知道，原来小鸡那孩子还没走。之后粉丝他爷爷才跟他说，当初抬小鸡上山的时候，当晚村里那些狗安静的出奇，往常几百米有路人走过都得叫的狗，那天屁都不敢放一个。至于小鸡，最后被送到了一个很远的一个叫石头疙瘩的地方土葬。红袍老道最后只留下了一句话：报应终归是报应，
不然以他爹的命数，应该没那么快。可惜了，在过年这个节骨眼上，一家人团圆饭都没吃上。而事情呢，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好了，这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了。如果有喜欢的小伙伴，还请多多3连支持一下。如果有相关经历的，可以后台直接私信阿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